零食包装里、维他命罐头中常常藏着一小包干燥剂，看见上头印着不可食用，请丢弃，我们往往信以为真，随手就把它当垃圾扔了。大多数人看到不可食用，请丢弃这几个大字，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干燥剂没有任何其他用处，毕竟厂商都说是垃圾了嘛。其实这只是为了防止消费者误食而加上的安全提醒，并不代表干燥剂真的一无是处。我们遵照指示把它扔掉，反而错失了许多本可以善加利用的机会。试想，全世界每天有多少包干燥剂被白白抛弃？如果大家都了解它的妙用，那将节省多少资源，带来多少便利。但你可知道，自己亲手丢掉的，也许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别看它不起眼，小小一包干燥剂可是免费的除湿神器，能解决生活中各种潮湿发霉、生锈异味的烦恼。换句话说，你扔掉的可能不是垃圾，而是一个能省下白花花银子的秘密武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食品包装里的干燥剂，别当垃圾扔掉。这7种聪明用途，连花钱都很难买到同样效果。可惜有99%的人还不知道。难道一小包干燥剂真有这么神奇？千真万确。事实上，干燥剂里多半装的是硅胶，一种多孔硅石材料，能强效吸附水分。别说日常小物，它在战场上都是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硅胶就被用来吸收毒气。2次大战更靠它保存珍贵的青霉素和保护军用设备不受潮损。就连航太领域也少不了硅胶的身影。可见这不起眼的小包威力有多惊人。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开始懊恼以前丢掉了多少宝贝？别急，现在开始收集还来得及。记得把干燥剂先密封存放起来，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失效。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小小干燥剂的7大妙用，看看它如何变废为宝。第一项妙用要从我们珍贵的回忆说起。还记得家中长辈珍藏的老照片吗？也许是爸爸年轻时的英姿，妈妈穿婚纱时的倩影，又或者是爷爷奶奶年代的黑白合影。这些珍贵影像常被存放在相簿里，锁在老木箱或抽屉中。岁月流转，某天当你打开尘封的相簿，却发现照片之间紧紧粘在一起，表面浮着斑斑霉点，边角也泛黄卷曲。看着一张张模糊受损的老照片，是否感到心都揪紧了？那些画面记录了一家人的欢笑与泪水，如今却因潮湿而变得模糊不清，实在令人惋惜。其实，照片受潮发霉是许多家庭都遇过的遗憾。纸张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当环境湿度大时，照片、信件甚至书籍都可能长霉、褪色，甚至图像消失。然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其实只需要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帮手——干燥剂。把零食包装里附的干燥剂包留下来，放进相簿的盒子或相片存放的抽屉里，它就能默默吸收周围的湿气，为你的珍贵相片保驾护航。想象一下，多年后你再次翻开相簿时，照片依然保持当年的鲜艳色彩，没有半点霉斑，也不再粘作一团。孩子时期的涂鸦，父母年轻时写给彼此的情书，这些纸上的回忆都干燥如初，仿佛时光被封存在某一刻。这背后的小工程，正是那包不起眼的干燥剂。别小看它，它能将空气中的水分锁住，不让湿气伤害你的纸本文物。照片发霉后，不仅影像模糊，还会散发出刺鼻的霉味，那仿佛是回忆在向我们发出求救讯号。为了不让这些宝贝继续受潮受损，我们可以提前做好防护。不光是照片，像毕业证书、手写日记、祖辈留下的书信字画等，哪一样不是独一无二、无法重来的珍贵财产？只要在收藏它们的盒子、夹层里放进一包干燥剂，日后打开时就不会再闻到令人担忧的霉味，而只会看到纸张依旧平整干爽，字迹清晰如初。也许有人会问，干燥剂真的有这么厉害吗？答案是肯定的。硅胶干燥剂不会与纸张发生任何化学作用，无毒无味，对老照片含纸本文献而言是极为温和的守护者。不像某些化学防霉剂可能有刺激性气味或影响纸张颜色，硅胶干燥剂就像安静的小卫士，只吸走潮气，别的一概不动。当然，要记得定期检查干燥剂是否已经吸饱，水分失效，
如果存放照片的容器多年未打开，里面的干燥剂可能早已吸满水分，丧失效力。此时可以更换新的干燥剂包，或者将硅胶干燥剂拿去低温烘干后再利用。只要保持环境干燥，你的相片、信件、奖状乃至泛黄的老报纸都能长久保存，不再轻易受潮发霉。试想，这可是花钱也难买到的安心啊！再先进的数位技术也难以完全修复一张严重发霉的原照，但小小干燥剂却能防患于未然，守护我们无价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行动起来，趁着记忆犹新，回家打开那些发黄的老相簿，轻轻擦去霉点，把照片晾干通风。如果手边正好有干燥剂包，就放一包进去吧。今后再得到新的干燥剂，也别急着扔，统统收集起来。多年后你重新拾起这些旧照片时，一定会庆幸今天做了这个贴心的举动。每当你闻不到霉味，看着完好如新的老照片时，或许都会由衷的感谢那个当初没有将干燥剂当垃圾扔掉的自己。第二项妙用，我们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另一个困扰，汽车挡风玻璃起雾。许多有车族应该深有体会，冬天或下雨天，一上车发动时，车窗内侧往往会蒙上一层白茫茫的水雾，把视线都遮住了。你可能试过用手抹、用抹布擦，或是开启冷气除雾模式，但往往要等上一阵子，玻璃才会重新变得清晰。在这期间，前方道路模模糊糊，驾驶人心里难免焦急。要是有行人突然出现，岂不是很危险？难道面对这烦人的起雾，我们只能干瞪眼等它自然散去吗？其实，干燥剂正是一个简单又有效的秘诀。每当天气湿冷，夜晚温度降低，车内外温差让水汽在玻璃上凝结，就形成了恼人的雾气。然而，如果在前一晚你就提前在车内放上几包干燥剂，特别是在前挡风玻璃下方、仪表板附近，这些小包就会主动吸收车厢内的湿气。隔天早上你在上车时，会惊喜地发现挡风玻璃几乎不怎么起雾了，就算有一点薄雾，也很快就消散。比起过去你得花好几分钟狂开除雾功能或卖力擦拭，如今一下车就能看清路况，是不是省时又安心？想象这样一个早晨，外头下着蒙蒙细雨，你坐进车里，四周景物清晰可见，无需手忙脚乱的擦玻璃，也不用干等暖风把雾吹散。此时你脚踩油门，从容出发，心情都好了起来。谁能想到，带来这份从容的，竟是不花1毛钱随手捡来的干燥剂呢？市面上确实有一些防雾喷剂或吸湿盒专门供车用，但往往要花钱购买。而其实咱们每天零食里附送的干燥剂，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达到类似效果，而且绝对物超所值。说起除雾，曾有位朋友抱怨，每逢冬天上班都得提前10分钟热车擦玻璃，手冻得通红不说，常常这头刚擦完，那头又起雾，忙得满头大汗。后来我教他试试干燥剂法，结果他直呼简直像变魔术一样，从此他再也不用当擦玻璃苦力了，每天省下的时间还能悠闲喝杯热咖啡。这样的小妙招是不是让人拍案叫绝？有人可能担心把干燥剂放车里会不会有危险或异味？放心吧，硅胶干燥剂本身是无毒无味的，它静静吸水，不会释放出任何化学气体，也不会对车内造成污染。你甚至可以将干燥剂装在一只旧袜子或小布袋里，放在仪表板上，让它不至于滑来滑去。同时，小袋子看起来也比较不突兀，就像一个摆设。每隔一段时间可以检查一下那些干燥剂包是不是摸起来湿湿软软的了，那表示它们吸满水，该退役了。此时你只要换上新收集的干燥剂，或者将旧的拿去日晒烘干，让它们再次变得干爽，就能继续当你的车内除雾助手。记得效果最好的时候是在干燥剂还新鲜的头几天，所以梅雨季节或回南天可以勤换干燥剂，保持最佳的吸湿能力。从今以后，无论是冬日清晨还是雨天黄昏，你都可以自信地坐进自己的爱车，因为挡风玻璃后有一群无形的小帮手在为你默默守护视线。不起雾的视野换来的是更安全的旅程和轻松的心情，而这一切只因为我们没有再把那一小包干燥剂当垃圾扔掉。想想看，当别人还在用袖子拼命擦玻璃时，
你已经悠哉地驾车上路，这份方便与安心难道不值得给它一个大大的赞吗？第三项妙用是干燥剂令人称奇的救急功能。现代人最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非手机莫属，但偏偏手机也很脆弱，一不小心掉进水里就可能报废。也许你自己或身边的朋友就曾遇过手机游泳的惨剧，可能是上厕所时手机掉进马桶，或雨天摔在水坑里，甚至有人把手机连同衣服一起丢进洗衣机里洗了。当那心爱的手机从水里捞出来的瞬间，真是五雷轰顶般的绝望，萤幕一片漆黑，或是不断闪烁乱跳，里头重要的联络人、照片、讯息仿佛都将随着水滴远去。这种时候，大部分人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病急乱投医。网络上流传最广的方法，莫过于把湿掉的手机埋进一大碗生米里。据说米粒可以吸干手机内的水分，很多人半信半疑中也试过这招。然而，你知道吗？泡米救机其实并不是最佳方案。专家指出，米粒的吸湿能力有限，甚至远不如直接把手机放在通风处晾干来得快。更别提米中还可能有细小的灰尘杂质，进入手机反而造成二次伤害。因此，真正有效又安全的救手机法宝，还是我们的干燥剂。当手机不幸落水时，正确的急救步骤如下：首先，应立即关机断电；第二，将外壳拆下，取出电池，并用纸巾轻轻吸干表面水滴；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步骤，找一个密封容器或夹链袋，把手机连同多包干燥剂一起放进去，并封紧袋口，确保干燥剂能包围手机四周。最好将手机整个埋在干燥剂包堆里，然后就是耐心等待至少24小时。在此期间，绝对不要尝试开机或使用手机。通常经过1天1夜，干燥剂会慢慢把手机里残留的湿气吸出来。隔天你再拿出手机，往往会发现奇迹，手机居然重获新生，可以正常开机运作了。那一刻真是如释重负，感觉仿佛捡回一条命。有人或许会怀疑，干燥剂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事实胜于雄辩，许多 3C 达人早就实证过，硅胶干燥剂对吸出电子设备内部水分确实比大米有效得多。一些大型测试甚至发现，把湿手机放在米里的干燥速度还不如直接放在室外风干。相比之下，干燥剂因为是专门吸湿的材料，效果要快上许多。有位朋友的手机不慎掉进溪流里，全机进水，他心灰意冷，觉得完蛋了。我让他试试干燥剂急救法，把手机埋进干燥剂包里整整2天。结果第2天晚上，他兴奋地传讯息告诉我，手机居然开机了，一切资料都还在。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世上有这么奇妙的东西。其实这并不奇怪，想当年2次大战连宝贵的药品和仪器都靠硅胶防潮保存，我们用几包干燥剂救活一只小小手机，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干燥剂救急也有一定前提与局限。如果手机进水时间过长，损坏严重，或是电路板已经短路烧毁，再多干燥剂也回天乏术。另外，干燥剂只能吸走水分，却无法逆转水对精密电子元件可能造成的腐蚀。所以这方法虽妙，还是要拼速度与运气。越早把手机断电干燥，成功复活的几率就越高。即便如此，干燥剂已经是目前民间能做的最好努力了。比起昂贵的送修费用和漫长等待，你手头收集的干燥剂就是现成的免费急救包。为什么不用呢？有了它，或许就能避免一只几万元的手机成了泡水砖头，甚至帮你挽回那些无价的照片和讯息。更棒的是，这招不只救手机，像相机镜头受潮发霉、助听器或电子手表进水等，只要体积能放进密封袋，都可以用干燥剂来抢救或预防。专业摄影师平时也会在相机防潮箱、镜头收纳包里放硅胶干燥剂，为的就是杜绝湿气滋生霉菌，影响昂贵镜头的品质。可见，小小干燥剂对电子装置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对食物的保鲜。所以，下次如果你的手机不幸与水相遇，千万别慌张，也别再傻傻的抓一把生米来了。冷静按照步骤处理，把干燥剂派上用场，或许你的手机就能起死回生。记得平时就多留意收集干燥剂，
让自己手头随时有几包备用，这样就算倒霉事降临，你也多了一分从容和希望。不花钱就能把几近报废的手机救回来，这样的本事是不是堪称无价？干燥剂虽小，但关键时刻可是救命恩人啊。第4项妙用，针对的是金属物品最让人头疼的敌人——生锈。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新买不久的刮胡刀放在浴室一段时间没用，再拿起时，刀片边缘竟浮现了红褐色的锈迹。心爱的厨房刀具、小剪刀放在抽屉里没碰几周，却斑斑锈斑满布，甚至家中的工具箱里，扳手、螺丝起子也被闷出一层锈黄。看到亮晶晶的金属变得斑驳不堪，不但影响使用，还可能刮伤皮肤、弄脏衣物，着实令人懊恼。很多人只能无奈地拿砂纸刷锈，或者干脆丢掉换新的。然而，每次丢掉生锈的物品，其实都是在丢钱。有没有办法让金属用品远离生锈困扰呢？答案还是我们的干燥剂。造成金属生锈的头号元凶就是环境中的湿气。空气湿度高时，水分子会在金属表面渗透结合，引发氧化反应，时间一久就长出铁锈或氧化层。所以防锈的关键就在于防潮。传统上很多人会在工具上涂油防锈，但那毕竟麻烦又脏兮兮，而一包干燥剂则可以成为简单干净的防锈守护神。我们可以将干燥剂与各种金属物品放在一起，吸走周遭的湿气，减少水汽与金属接触。举几个具体例子，刮胡刀用完擦干，与一小包干燥剂一同放入刀架或密封盒中，下次打开时，刀片依然光亮如新，不易生锈钝化。一些精密的手工工具、五金零件，收藏在工具箱时，不妨丢几包干燥剂进去，长期下来能明显减少锈蚀的发生。家用缝纫剪刀、园艺剪刀等，平时放在抽屉或收纳盒里，也能放一包干燥剂相伴，保证剪刃干爽锋利。特别是沿海或南部地区，空气湿度常年偏高，更需要为金属用品多加这一道干燥防线。别小看每次保护的一点点，累积起来就是实实在在的节省。曾经有位木工师傅朋友打趣说，他的工具箱过去隔段时间就得清理锈迹，自从在箱内放了干燥剂后，工具一年比一年干爽如新。他把这当作传家秘方传授给徒弟们，没想到小小妙招就省下了一笔换工具的钱。干燥剂对金属的好处还不止于防锈，如果你有银饰品或铜器摆件，一段时间没戴或摆放，也许会发现它们表面变暗甚至发黑，那是银或铜被氧化硫化了。虽然造成银饰变黑的主要因素是空气中的含硫气体，但潮湿的环境会加速这个过程，而干燥剂能保持存放盒内干燥，大大减缓银饰品的变色速度。把你的银手链、纪念银币与干燥剂一起放进首饰盒，再次拿出时，你会惊喜地发现它们依然闪闪发亮。另外，像单眼相机的镜头其实也非常怕湿气，一旦潮湿发霉，镜片就报销了。很多专业摄影师会把镜头存放在昂贵的电子防潮箱，但如果你没有防潮箱，用密封箱加干燥剂也是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定期更换干燥剂就能帮助镜头保持干燥清晰，杜绝霉点滋生。此外，如果你是乐器爱好者，也可以把干燥剂放进吉他琴盒或小提琴箱里，因为木质乐器同样怕潮湿变形走音，金属琴弦也容易因湿气生锈。有了干燥剂的呵护，乐器状态将保持得更好，音色更加稳定。可见，从刮胡刀到珠宝配件，从工具刀具到摄影镜头，小小干燥剂都扮演了守护者的角色。过去我们或许花钱买各种防锈油、防潮盒，却忽略了身边这些免费的资源。现在知道秘诀后，只要动动手收集干燥剂，就能替心爱的金属宝贝们打造一座干爽堡垒，让它们闪耀如初，不再蒙尘。试想，有了干燥剂的庇护，当你下一次再从抽屉里拿出剃须刀，它依旧锋利无锈，可以安心使用。当你翻出多年未戴的银饰，还是亮丽如新，省去大费周章擦拭的麻烦。当你打开工具箱准备修缮时，每把工具都干净利落，立刻可用，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快？而这背后你并没有多花半毛钱，
只是善用了本来要丢掉的干燥剂罢了。对比那些因生锈而报废的物品和白花花的冤枉钱，你一定会庆幸自己做出了明智的改变。第5项妙用，让我们关注一个令人尴尬却常见的小问题：鞋子的异味。年轻人爱运动，经常穿着球鞋跑步打球，上班族一整天闷在皮鞋高跟鞋里，脱下鞋后脚丫常湿哒哒的。梅雨季节，鞋柜里甚至会散出一股怪味，令人避之唯恐不及。鞋子为何这么容易产生臭味？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湿气和细菌。当我们的脚出汗或鞋子淋湿，潮湿温暖的鞋内环境变成了细菌、霉菌繁殖的天堂。它们大肆滋生，分解皮屑和污垢，产生难闻的气味。久而久之，鞋子越穿越臭，有时甚至刚洗干净，晒干没2天又开始发臭。许多人为此苦恼不已，喷过除臭剂，放过鞋蜜饯，撒过爽身粉，但效果往往有限。难道只能接受鞋臭这件困扰，甚至不好意思在朋友家门口脱鞋吗？当然不，我们的干燥剂在这里又能派上大用场。每当你脱下鞋后，不妨立刻往鞋里放进1-2包干燥剂，它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吸收鞋内残留的汗水和湿气，让鞋子迅速干爽起来。到了隔天再穿时，你会发现鞋子里的霉味减轻了许多，脚感也更加干爽清新。长期下来，细菌因缺乏湿气难以肆虐，鞋子的异味自然不再那么猖狂。特别是运动鞋、帆布鞋这类材质透气却容易吸水的鞋款，更适合用干燥剂来辅助干燥。想想看，你只要顺手一放，就等于给鞋子装了一台小型除湿机，一夜功夫就解决了大问题。其实硅胶的吸湿除臭本领早有验证，市面上许多高级猫砂采用的就是硅胶金球，能迅速吸收猫咪尿液并锁住气味。可见我们用干燥剂包除鞋臭正是异曲同工，难怪效果明显。有位年轻人小李就亲身体会到其中奥妙。他平时爱打篮球，脚汗多，球鞋总是又湿又臭。每次比赛完把鞋一脱，他妈妈就在旁边嫌好大的酸臭味。小李自己也很不好意思。后来他听朋友说起干燥剂除鞋臭的妙招，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回家把几包零食里的干燥剂塞进鞋里。结果隔天早上一闻，臭味果然小了许多，连鞋垫摸起来都是干爽的。之后每次运动后他都照做，渐渐的那双球鞋没有再散发熏天恶臭，他和家人终于摆脱了臭鞋恐惧。这样的改变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原本被当垃圾丢掉的小小干燥剂。除了个人鞋子，干燥剂在鞋柜和运动装备上也有妙用。南方潮湿天气时，鞋柜里容易因闷湿而发霉长斑，不妨在鞋柜角落放几包干燥剂，能降低柜内湿度，预防霉菌滋生。运动完的装备如护膝、护肘、拳击手套、头盔内衬等也常充满汗水，把它们和干燥剂一起放入透气的收纳袋或装备箱中，干燥剂将帮助吸干汗湿，减少异味和细菌滋长。甚至你的健身包、瑜伽垫袋子里也可以丢几包干燥剂保险，让整个包包不再散发尴尬的汗味。可以说，凡是会潮、会臭的角落，都能试试干燥剂的魔力。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干燥剂虽然能减轻鞋臭，却不是消灭异味的万能药。如果鞋子已经长期累积大量细菌，或本身材质有残留气味，那仍需定期清洗、日晒、搭配除臭剂等方法综合治理。但是干燥剂至少提供了一个简单有效的防臭前线，将湿气问题大大改善。有了它，我们就不会让鞋子总是处于汗水温床中。当你的鞋子不再湿黏，鞋柜不再飘出怪味，整个居家环境都清新了起来。而达成这一点，竟然只是靠回收利用那几包小小的干燥剂。看到这里，你还舍得再把它们丢掉吗？第6项妙用，让我们走进家中的衣橱与收纳空间。对生活在潮湿地区的人们来说，每年最令人头痛的莫过于回南天了。空气中的湿气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墙壁、地板都渗出水珠。这样的天气里，家里的衣柜、橱柜往往也难逃浩劫。精心洗好的衣服收进衣橱，没几天摸起来就湿哒哒的，甚至发出霉味。皮包、皮鞋放久了，
表面长出白色或绿色的霉斑，米面、饼干之类的干粮没吃完密封起来，却还是软掉受潮。就连墙角抽屉里的文件纸张也微微潮湿，字迹都变得模糊。面对如此无孔不入的湿气，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除了使用除湿机、大型除湿盒这些常规手段，其实也可以善用我们平时累积的干燥剂，作为防潮的秘密武器。干燥剂在衣橱和收纳空间里的用途非常广泛。首先，你可以把几包干燥剂放在衣柜的角落或挂在衣架上，它会吸收柜子里多余的水分，防止衣物受潮发霉。尤其对不常穿的季节性衣物，例如冬天的棉袄、大衣、毛衣，收纳前放一包干燥剂随行，可以保证你在来年拿出时不会闻到难闻的霉味，衣服也不会出现斑点。再来，皮革制品如高级皮包、皮夹、皮鞋等，平时存放时非常怕湿气侵袭，一旦发霉就难以完全清除。最简单的保护方法就是在每个皮包里放一包干燥剂，或者在装皮具的防尘袋中放干燥剂，这样皮革能保持干爽，不易发霉变质，也能延长使用寿命。还有，我们在整理旅行行李或收藏行李箱时，也千万别忘了丢几包干燥剂进箱子里。行李箱往往在外奔波，沾上湿气和气味，如果直接收起来，可能滋生霉菌或怪味。放几包干燥剂在箱内，能确保箱子和里头的东西保持干燥，下一次使用时不会有霉味扑鼻而来。对于长期封存的物品，例如婚纱礼服、传家之宝的绣花被，里面也可放干燥剂来避免岁月潮气对它们的侵袭。除了衣物与箱包，干燥剂在我们的食品收纳中也有奇效。打个比方，你买了一大包海苔饼干，拆开吃了几片，剩下的打算改天再吃，但打开过的饼干很容易受潮变软，口感大打折扣。此时只要将原本包装内附的那包干燥剂一起放回饼干罐或密封袋中，再把盖子封紧，干燥剂会继续吸附饼干罐里的水分，让饼干保持酥脆不反潮。等下次再拿出来吃时，味道依旧像刚开封的一样。类似地，干货如海带、香菇、茶叶等，如果你用密封罐保存，也可以投放一小包干燥剂，以测安全。当然，前提是干燥剂的包装要完好无损，不要破开直接接触食材，毕竟吃下硅胶没什么益处。只要正确使用，干燥剂就能在无形中延长食材的保存期，让你省下因食物受潮变质而造成的浪费。不过，在这里也要温馨提醒一下，干燥剂对空间的除湿能力虽强，但毕竟包装体积有限。如果面对的是整间房或长期开放的空间，它的作用也许捉襟见肘。所以，最好将干燥剂用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例如密封箱、衣柜、鞋柜、收纳袋内，效果会比较明显。另外，记得定期更换或晒干干燥剂，特别是在湿气重的时候，1-2天内小包干燥剂可能就吸饱了，需要及时更换才能持续发挥作用。别忘了我们前面提过的秘诀，把收集来的干燥剂统一存放在密封罐里，等要用时再拿出，这样可以确保每次用到的干燥剂都是新鲜有效的。只要用对方法，小小干燥剂绝对能成为你在潮湿季节里的一大救星。试想，当梅雨季再临，打开衣柜时，你不再闻到扑鼻的霉气，衣服摸起来也是干燥舒适。拿出很久没背的真皮包，它依然柔软光洁，全无霉点。拆开零食罐，里面的饼干依旧香脆如初。这一切美好的体验都要归功于那些原本要被丢弃的小包干燥剂。当朋友惊讶你的家里为何没有一般潮湿季节的那股霉味时，你大可以神秘一笑，告诉他，我的秘密武器就在看不见的地方帮忙呢。相信听了你的分享，他们也会开始后悔之前丢掉了太多干燥剂吧。第7项妙用，可以说是化身创意达人的时刻。我们要用干燥剂来制作一点美好而实用的小东西，自制香氛包，以及延长花朵生命的干燥花。也许你平常就喜欢在衣柜或房间里放些香包，让衣物染上淡淡清香，空气闻起来宜人。市面上的芳香剂很多，有的价格不菲，有的香味太浓，人工感重。如果想要经济实惠又自然的香氛，其实干燥剂可以帮上忙。硅胶干燥剂本身虽然无味，
但它多孔的特性使它能吸附并缓慢释放气味。我们可以将硅胶干燥剂摇身一变成为熏香珠，做法很简单，找一个小碗，倒出几包干燥剂里的硅胶小珠，在里面滴入几滴你喜欢的精油或香水，静置片刻，让硅胶珠吸饱香气，然后把这些珠子装进一个小纱布袋或棉质香包袋中，系紧袋口，一个天然的香氛包就大功告成。你可以把它放进衣柜、抽屉，挂在床头，丢在鞋柜里，甚至放车子座椅底下，都能散发出若有似无的宜人香气。更妙的是，硅胶珠一边散发香气，同时还能兼具吸湿功能，相当于既除湿又除臭，一举两得。如果香味变淡了，只需再滴几滴精油补充，或重新制作一批，就能持续享受芬芳。整个过程不需要花大钱购买昂贵的芳香剂，利用手边回收的材料就完成，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谈到干燥剂的创意用途，就不得不提浪漫的干燥花了。许多人都喜欢把重要场合收到的花束保存下来，例如毕业时朋友送的捧花，求婚时的玫瑰，结婚典礼上的手捧花。然而鲜花终有凋谢的一天，要如何让它们永葆美丽，制作干燥花就是一个办法。常见的晾干法容易让花朵失去色彩，而利用干燥剂吸干花朵水分，能更好地保存花瓣的形状与色泽。操作上，若你手边有足够的干燥剂，例如向朋友要一些，或购买散装硅胶也不贵，可以找一个密闭的塑胶盒，底部铺上一层干燥剂颗粒，将花朵，比如一朵玫瑰，平放其上，再缓缓倒入更多干燥剂，让花朵整体被埋入颗粒中，然后盖上盒盖，静置1周左右。期间，干燥剂会逐步吸走花瓣中的水分，而自身变得潮湿，花朵则慢慢风干固化。大约7天后，小心地把花从颗粒中取出，你会惊喜地发现，这朵花定格在了最美的时刻，它保持着原本的形状和大部分颜色，变成了一朵精致的永生花。用同样方法，你可以把一束小花都干燥处理，然后插回花瓶或做成相框装饰，长久地保存那段美好的回忆。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同事的妻子舍不得丢掉婚礼上的手捧花，他们照着上述方法，用干燥剂将整束花制成了永生花装饰，如今摆在客厅玻璃盒中。每当他们经过，看到这束凝固时光的花朵，仿佛又回到婚礼当天甜蜜的时刻。来访的朋友们也赞叹这主意巧妙又浪漫，直呼这可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回忆啊！想想看，这样的创意手工艺品，外面花钱都未必买得到，而你却能用零成本的干燥剂实现，是不是很酷？也许你会担心，干燥剂毕竟不是拿来吃的东西，这样弄会不会有毒有害？在这里可以放心，硅胶干燥剂本身是无毒环保的硅石，没有气味，也不会挥发有害物质。用它来制作香氛包或干燥花，基本上没有安全问题。但还是要注意几点：处理硅胶珠时，小心不要让小孩或宠物误食；制作香包时，精油不要滴太多。还有干燥剂吸饱香精油后，就不宜再用于食物防潮等其他用途了，免得串味。只要谨记这些小小干燥剂，可以让你尽情发挥创意，为生活增添情调。从实用防潮到创意生活，谁能想到一包原本要扔掉的干燥剂竟然有这么多玩法？相信此刻你的脑中已经开始冒出更多奇思妙想了吧？经过上述7大妙用的深度挖掘，相信你也和我一样对那不起眼的干燥剂刮目相看了吧？原来我们曾经随手丢弃了它，竟能在生活中充当如此多元的救星。它守护着我们珍贵的相片和文件记忆，保持汽车玻璃清晰，保障行车安全，拯救泡水的电子装置，防止金属锈蚀，延长物品寿命，吸干鞋子湿气，杜绝异味，对抗居家潮湿，保护衣物食品，甚至摇身一变成为香氛含干燥花的创意来源。这么多花钱也难买到的好处，全都汇聚在一小包免费的干燥剂里，真可谓意想不到的保障。或许有人会说，干燥剂不就是几毛钱的小玩意吗？至于这般重视吗？但生活正是由无数细节构成，有时一个简单的小细节就能为你省下一笔钱，挽回一份回忆，带来一分便利。干燥剂的故事正是如此，它虽然渺小轻微，却蕴藏着大大的能量。
当我们学会善加利用资源，化废为宝，日子也会过得更加充实有趣。更何况，重复使用干燥剂也是一种环保之举，减少垃圾产出，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可谓一举多得。所以，下回打开零食包或药瓶时，别再毫不犹豫地将干燥剂丢进垃圾桶了，不妨将它们收集起来，存在一个密封罐子里。当你遇到前面提到的那些烦恼时，就试试拿出干燥剂来解决问题吧。也欢迎你把这些生活妙招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让更多人受益。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干燥剂的价值，将有多少物品能被更好的保护，多少浪费可以避免。我们常说一分钱一分货，但干燥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零成本也能换来超出想象的价值。最后，不妨重新审视生活中的其他小物件，会不会也藏着被我们忽略的妙用呢？当然，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至少现在，我们已经揭开了干燥剂的秘密面纱。下次再看到那小小一包时，你会心一笑，因为你已经是那少数知道它宝贵用途的人了。别忘了，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黄金，而你已经掌握了点石成金的诀窍。